穿越不是公主就是王妃，我穿成个内侍了。哦，还好性别没穿错，是假的。等等，假的？这在古代可是犯了大罪啊！最糟糕的是，这具身体的一点记忆都没留给我。一点都不温柔，完蛋了，身份要暴露了。木之，你在房间吗？你真的在房间？木之，昨晚是你第一次值夜，天还没亮，你怎么能擅自离手？呸！要不是我们给左氏塞了银子，能轮到你这倒霉蛋去伺候那暴君？结果你还敢跑，想害我们啊！我衣服弄脏了，回来换身干净的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还怎么了？皇上醒了找不到人，正在发脾气，左氏都被叫过去了。你这次闯大祸了，快走！实力允许的话，我现在就去赐驾。这么说，昨晚这里只有你安排的一个小太监，没有其他人过来。是。奴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抬起头来。什么情况？昨晚他中了药没出声，现在清醒了也没有，我的超能力坏了。昨晚是你在这里值夜。完了，我为什么听不见这暴君的心声？这人一直盯着我不说话是几个意思？他到底有没有认出我？除了你，昨晚这里可曾来过其他人？回皇上的话，启禀皇上，骠骑大将军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孟将军一大早过来，所谓何事？微臣鲁莽，请皇上恕罪。无妨。皇上，听闻您昨夜宿醉，今日没能早朝，各位大人都十分忧羞您的身体，所以微臣特地过来看看您。哦，孟将军倒是有心了。那哪是宿醉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干的好事，让我接了这个屎盆子。这男人咋回事？每次看我的眼神都这么凶。天哪，这位孟将军好大的胆子，他竟敢往暴君的御案暗阁里藏东西。皇上，看您龙体无事，那微臣也就放心了。微臣告退。孟将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这都是误会，您听微臣狡辩啊！呸，听微臣解释啊！皇上，交出兵符，自己去领100军棍，罚俸半年，你可服？微臣谢主隆恩。好操残，100军棍。抬头。这回轮到我了，算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木之。木之，很好，朕很喜欢你，以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做大总管。是我。木之，昨晚发生了什么？狗皇帝为什么会突然让你做大总管？他是不是怀疑你身份了？昨晚发生了点意外，现在我也不太清楚皇上的用意。不管怎么说，做了他的贴身大总管，你日后得更加小心谨慎。不过这倒是给了你动手的好机会。这是主人让我给你的，无色无味，未免夜长梦多，你尽快动手，我不能多留，你自己小心。欺君的假太监身份还没解决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潜伏女刺客的身份，老天爷，要不要玩这么大？穆公公，穆公公，您在屋里歇着呢，快走吧，皇上叫您去御书房伺候呢。奴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过来给朕研墨。是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内务府的档案？无依无靠，这假身份要是严查，绝对完蛋。头顶悬着一把刀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穆公公有什么烦恼，可说与朕听听。奴哪有什么烦恼，就是担心做得不好，会惹皇上不高兴。是吗？出汗了，朕又不吃人，瞧瞧吓成这样。奴失礼了，请皇上恕罪。完蛋，腿软。朕渴了，去倒杯茶来。穆总管，这是依妃娘娘托奴才给您的，娘娘想请您抽空去她宫里一趟，像是有要事相求。逃出深宫需要路费，的确需要很多钱。穆总管，以后这种好事还多着呢，您只需要替他们在皇上面前办一点小事，就能收礼收到手发软。行，你去帮我告诉依妃，等我有空就去。这是你的，好好办事，我必不会亏你。好嘞，谢谢穆总管，奴才这就去。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扳倒他？我得好好查查，尽快把自己摘出来。那瓶无色无味的毒药还在我房间里，晚上回去就把它扔了。
木之，怎么突然跪下了？木之啊木之，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居然在回放昨晚的样子，救命啊！皇上，您的茶凉了，奴去给您换一杯。查到安排木之进宫宫的人是谁了？回主上，是内务府副总管张永寿。可惜属下晚了一步，找到他时他已被人灭口。意料之中。听着，有人给了他一瓶毒药，去他房间盯好他，朕要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饿死了！这个暴君周扒皮，这是喂猪吗？算了，填饱肚子要紧。喝一杯。哇，跟饮料一样，甜的。皇上，奴还能再喝一杯吗？这酒叫半日醉，喝一杯醉半日。你连喝2杯，木之，明日若是起不来，该当何罪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我乃是修行之人，罪不存在的。再来2杯。哦，你是学修行之人？是啊，只不过那是上辈子的事了，这辈子别提了，倒霉透顶。上辈子，你是在跟朕开玩笑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套我的话？我有好多秘密不能说的，说了我就小命不保了。那个大暴君会杀了我的，坚决不能说。木之，你别吵，头好晕。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木之，如果你以前谁是谁的人，从今以后你只能是朕的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呀，穆总管，您这光着脚！你若是还想活命，今晚的事就当没看见，听懂了没？木之，你怎么回事？搞成这个样子才从御书房出来？进去再说。穆总管，您睡了吗？听说禁军统领刚在您门口抓了个女刺客，这事您知道吗？天哪，穆总管为了上位竟然做到了这一步！皇上登基以来从不近女色，没想到竟然喜欢太监。穆总管昨晚到底承受了什么？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太惨了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我是女的，这货什么脑回路？穆总管，皇上和几位大臣在里面议事，让您在门口等着。这个新进的总管小太监来历不明，昨夜竟留宿御书房，必有妖异。老臣定要派人彻查他的底细。查，都查去吧，真是倒霉催的。魏元氏这个三朝元老，今天便是你的末日。到了黄泉路上，别怪本官心狠手辣。这个人要杀那白胡子老头，怎么办？修行之人见到这些不就会遭雷劈的？可是我自己都命悬一线，怎么说？说了暴君也不会信啊。刚刚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？大名鼎鼎的韦太傅，三朝元老，新帝登基大换帖，他是为数不多能站稳脚跟的泰山北斗。顾言，派人盯着安怀良。末将在。若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举动，立刻拿下，绝不能让他接近韦太师。皇上，安大人系来有异心。哼，有没有一心一查便成。出去的时候把木之给朕叫进来。是。怎么还是什么都听不见？这男人绝对是我命里的克星。算了，横竖都是命，直接挑明了要剐就给个痛快。皇上，昨晚的事……昨晚怎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朕劝你最好考虑清楚了再说。什么意思？明心知肚明，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莫非他要面子不想让我说破？过来，离朕近点。干嘛？这男人不会真的是心理变态，有那种喜欢小太监？昨晚朕醉了，后来到底发生过什么？你给朕好好解释解释。昨晚他也醉了，真的假的？不过他是皇帝，应该不至于编这种瞎话来诓我一个小太监。如果他知道真面对我办了那啥，以他的暴君脾气，早把我拉出去砍了，还能留我到现在？回皇上，昨晚您确实大醉，奴才费9牛2虎之力把您扶到床上，伺候您歇下，奴才就回去休息了。您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不过有一事朕甚是好奇，朕的衣服是你脱的？因为皇上您昨晚吐了一身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木之，你伺候得很好，下次记句。他绝对是故意的，但我没有证据。皇上，听说昨晚抓了个女刺客，没伤到您吧？他伤不了朕。那查出是谁派来的了吗？你对这个刺客的事怎得这般上心？莫非谁认识他？我比窦娥还冤，奴才怎么可能认识？皇上多虑了。不认识？那便最好。胆子真大，替暴君办事还敢摸鱼，但是天助我也！有陷阱，快走！有刺客！
这女黑影又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穆总管，我担心在哪儿啊？哎呦，我的总管大人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可让奴才好找。什么事儿慌成这样？皇上，我看皇上的脸色黑的都能滴出水来，怕是出惊天大事了。皇上何故发这么大火？气大伤身啊！有人在后宫行凶，杀了昨晚抓的那个女刺客。穆总管，这事你怎么看？回皇上，奴才也是刚听说，奴才认为定是那女刺客的幕后主使担心她招供，才会铤而走险进宫杀人灭口。是吗？朕已命人在寝宫外殿为你设了床榻，从今以后你便与朕同住乾清宫。老天爷啊！我最后一点私人空都要被剥夺了吗？跟暴君同居我还能有活路？等我攒够了钱，绝对第一天就越狱。穆之，还不谢恩？奴才谢皇上隆恩。天哪，穆总管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居然直接睡进皇上寝宫了，酸了酸了。从齐鲁等人的心声里提取到的八卦，新皇登基1个月，后宫佳丽3000，居然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。天哪！穆总管，本宫只想知道皇上的行程，制造几次偶遇，只要本宫能登上后位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送上门的钱不赚白不赚，反正我身上的暴君的行踪算什么？还能把这尊瘟神推给后宫，互惠互利，妙！娘娘放心，奴才一定帮您留意。穆之，头疼，过来给朕揉揉。皇上，要不奴才去传个御医来瞧瞧？不必，你来按。他今天晚上该不会还是想你自己再来一次吧？过来，还是朕亲自过去抓你过来？你跑什么？朕这么可怕，能吃了你？皇上误会了，奴才没跑，是奴才嫌着灯光太暗，怕不小心伺候不好伤了龙体，想出去再点一盏灯。哼，这根本不是正常主臣的相处模式。他要不是个心里有问题的人，就是已经认出我就是那晚的女人了，总不可能是一睡情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过来给朕揉脑袋。明天早朝，朕需要快速入睡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，奴才睡过头了。你还有半刻钟的时间收拾，跟朕去早朝。贤妻好啊，贤妻说明我安全了。咦，那个心怀不轨的安怀良，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白胡子韦大多数呢？怎么2个人都没来上朝？唉，可惜了那个老头，估计现在已经凶多吉少了吧。启奏皇上，臣以为如今朝中官员空缺太多，尤其是兵部尚书、京兆府印以及廷尉，此3处乃重中之重。当务之急，需尽快选定新的人员上任。臣等附议。这个朝代居然没有实施科举制度，选官全靠重臣举荐，拉帮结派关系严重，难怪落后。还得是科举制度啊，既能给寒门学子机会，又能选出身家干净的栋梁。收了一妃1箱珠宝，得赶紧帮他制造偶遇暴君的机会。他今天到底有什么行程呢？该怎么做才能让这女人把那个科举制的详情吐露出来？皇上，你干什么？天哪！谁家皇帝会把一个大男人抱在怀里不放啊？这不正常吧？朕拿个东西而已，你这么害怕做什么？朕不吃人，你身上的味道好熟悉。我没用过任何香囊，怎么会香？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啊？半个时辰后，朕要去成华殿沐浴，你先去通知那里的人做好准备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快，去通知一妃，皇上半个时辰后去成华殿洗澡。打入冷宫。什么？刚跳一半裙子塌了，直接进了冷宫？其实不止如此，我听说一妃的父亲那个安怀良安大人由于谋逆已经被抓起来了，一妃是没收到消息，正好撞在皇上的枪口上了。原来暴君早就知道安怀良有问题，根本不需要我多嘴。看来韦太傅也没事，这深宫果然水深火热。哼，这就是那个新任的大总管，也不怎么样嘛，居然帮一妃，亏得我家林妃娘娘提前在一妃的裙子上动了手脚，敢跟相府作对，等我家娘娘当了皇后，第一个宰了你。刚刚那宫婢是谁的人？她是林妃娘娘身边的大宫女，林妃可是当朝左相的亲孙女，娘家势力遮天蔽日。穆总管，她定是记恨上我们了。小鲁子，放宽心，只要有我穆之在一天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这个林妃最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，要是敢惹到咱们头上，我有100种方法让她这辈子都别肖想皇后的位置。总管大人，这吹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那可是左相的孙女啊。穆总管，皇上请你进去。我就洗个澡，
为什么要禁军统领亲自把门，还要强行叫我进去？穆总管，请，别让皇上久等。皇上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奴才就在这候着。搞什么鬼？洗个澡洗没影了？该不会是被淹在池子里了吧？面对荧墨，不仅小命悬在人家裤腰带上，最重要的是，这男人最近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像一头野兽。进去就是送羊入口，不进去万一真淹了怎么办？我会真的溺水了吧？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干什么？是不是疯了？完蛋！我刚刚打了暴君一耳光，我是嫌命长了吗？对不起，皇上，奴才知错。天哪，这男人是中邪了还是走火入魔？难怪他洗澡还要禁军统领守门，那顾言为什么要放我进来？谁？穆总管，衣服给你放在门口了，自己取。是他，上次在暗房门口救我的那个女黑影，她到底是荧墨的人，还是另有主子？为什么每次都能神出鬼没？这回我不信你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给本总管抓一副避子汤。啊，穆总管，这后宫娘娘用药必须得有皇上的手谕或者口谕才行啊！您这小太监要避子汤干嘛？难不成是皇上他……天哪！皇家今天大断袖密文！看什么看？皇上最近得了一只异国进贡的贝萨母猫，宝贝得很。昨夜不小心和宫里的野猫配了种，特赐口谕，给乾清宫的那只母猫灌下去，懂了吗？懂，微臣这就抓药，这就抓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穆大总管吗？怎么生病了？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这里自然是替我家娘娘来给皇上送补汤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万般辛苦，娘娘很是心疼。真不知道你这个大总管是怎么当的，一点都不称职。送没送补汤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说穆总管，你不过也就是个奴才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识相的就主动爬去向我家娘娘跪地赔罪。娘娘大度，兴许还能原谅你，否则，呸！一个残缺的人而已，真不明白娘娘在顾忌什么。今天本姑娘就要好好给你个下马威，让你知道后宫到底谁做主。所以，你今天来这里撒野，是你自作主张？你胡说什么？这里是乾清宫，采薇姑娘，说话的时候过过脑子。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连累了你家灵妃娘娘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你也敢威胁我？回去告诉你家娘娘，我无意偏帮任何人。若你们执意要将我视作敌人，那我必定奉陪到底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放肆！穆统领，您来的正好，请替奴婢做主啊！穆总管仗势欺人，私下收受一妃贿赂，奴婢不过说了2句，他就殴打奴婢。我眼睛不瞎，从你踏入乾清宫的那一刻起，就在禁军的严密监视之下，你刚刚说的每一个字，本统领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顾统管，奴婢这也是替后宫不公。你说的这些，不足以抵消你今日犯下的罪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杖刑伺候。顾统管饶命啊！这男的什么意思？昨天刚把我推给发疯的暴君，今天又来献殷勤，难不成是对我心存愧疚，在这儿补救？穆总管不用这么惊讶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主上真是神算，这次风血症并发前交代我，只要把木之关进汤池，主上必能保全。本以为这小太监进去会被撕成碎片，没想到主上竟提前恢复了神智。这木之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，竟能压制主上的反噬？什么？荧墨不找我是他知道我的身体能压制他的疯病。也就是说，从第一晚龙床上开始，这男人就什么都知道。他一直在跟我装傻充愣。穆总管，皇上在议事厅。云墨，你个贴上裤子不认人的男人，以总总管把我锁在身边当人形外挂。冷静，冷静！这层窗户纸如果他不捅，对我反而是保护。一旦传，要么欺君处理，要么被他强行封妃困死深宫。我要的是自由，只要等他病好了或者攒够老本，我立刻卷铺盖越狱。都给本公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得罪咱们穆总管的下场。以后招子都放亮一点，切不可下凡上，记住了吗？小鲁子威风啊！嘿嘿，都是托总管大人的福。总管大人，皇上就在里面呢。皇上，这几位确实是德才兼备之士，请皇上三思。滚出去！
这眼神不对劲，这男人该不会真的能听见我的心声吧？吓死了！不能，可不是谁都有我这种通天异能的，肯定是我想多了，自己吓自己。杵在门口做什么？过来给朕研墨。诺。这女人怎么这么淡定？昨天在汤池里被朕折腾那样，今天居然一句都不问，她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？木之，奴才在。你就没什么想对朕说的，或者想问朕的？皇上圣明，奴才应该想问皇上点什么吗？这种拉帮结旁的庞大关系网串联起来，迟早要把他这个皇帝给架空了。没有科举制，平民百姓连个出头之日都没有，阶级固化，落后的一塌糊涂。站这么一会儿就累了。回皇上，奴才不累。行了，这里不需要你伺候，下去歇着吧。真的假的？暴君转性了，居然懂得体恤员工了，奴才告退。穆总管，您快请上座，奴才伺候您用膳。我回去补个觉，天大的事儿等我睡醒再说。皇上对穆总管也太宠了吧，实名羡慕了。吓我一跳，天天这么盯着，回头我非得弄个钢筋焊的帘子挂上，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怎么每次我心里吐槽，这男人就看我？他真的不会读心术吧？不，他要是能听见，我早就被他拉出去剁成肉酱喂我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没歇着？你睡醒了？那好，关于伊妃的事，你现在可以跟朕好好解释解释。翻旧账了。不过还好，伊妃这事比起欺君和刺客，简直是芝麻绿豆大的一件小事。这暴君也在避重就轻。皇上，奴才这都是为了您的龙体与后宫的和谐着想啊！您登基都月余了，后宫佳丽3000，连您的龙颜都没瞅见过。长此以往，后宫怨气冲天，这雨露均沾才是。继续编。好吧，奴才承认，奴才收了伊妃一整箱金银细软。你胆子不小，收了多少？这暴君情绪这么不稳定，知道我为了银子叫卖他的行踪，居然不处理我，他想干嘛？朕问你，收了多少银子？也没多少。没多少是多少？堂堂皇帝，北京第一大财阀，不会是惦记上我这点越狱路费了吧？不管你收了多少，这既是用朕的行踪交换来的，那么就该分朕一半。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赚的路费啊，平白无故被抢走一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出宫当富婆的资产啊？如果不给，朕可以现在就治你一个降罪受贿之罪。穆总管，拿钱消灾的道理，你应该懂。行了，伺候朕就寝。皇帝了不起啊，提上裤子不认人，明明知道我是女人，还天天玩这一套，典型的既想要又不想负责。怎么还不开始？皇上，要不奴才现在去帮您传召一位娘娘过来侍寝，您看，林妃娘娘如何？出去！主上，属下无能，查了当年所有涉事人员，可真正知道内情的几乎没有。萧娘娘当年身边伺候的人，不是没了就是疯了，线索断了。时隔多年，当年那场政变本就是冲着灭口去的。继续查，朕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主上，属下倒认为有一个地方可以查。哪里？当年那件事后，萧娘娘被冷落，关进冷宫。冷宫那地方虽然全是疯子，但往往疯子嘴里才藏着最意想不到的秘密。准，属下这就是掘地3尺，一定要还娘娘一个清白。后面，属下还要继续盯着那个穆总管吗？把你手头其他事都放掉，从今往后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寸步不离的给朕盯着他。属下领命。完蛋了，上班迟到，那暴君肯定要借题发挥找我麻烦了。哎呦，我的总管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您快进去瞧瞧吧。皇上今天下了早朝，脸色黑的能吃人，连早膳都没传。几波一品大人过来求见，全被轰出去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大总管，奴才冒生命托人去打听了，皇上今天在金銮殿上扔出了一颗惊天巨雷，他把所向那些门阀大臣举荐的官员名单全部当众撕了。皇上宣布，以后选拔官员不用举荐了。不用举荐？难道是科考制度？对，就是这个词儿。大总管，您真是神了！现在满朝文武全都在文件，全体官员彻底反了。皇上，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用科考来选拔官员？因为你……完蛋，实锤了！这男人果然有透视眼读心术，我玩完了。
木之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夜里极其喜欢说梦话？什么？我说梦话？我怎么会有这个毛病？我上辈子是个修士，警惕性极高，这辈子怎么会变成一个说梦话的人？皇上，您是说奴才夜里睡觉吵到龙体了？确实吵。那奴才都说啥了？你骂朕是暴君。皇上，您绝对听错了，奴才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那怎么可能骂您？在奴才眼里，您绝对不是外头传的暴君。哦，朕不是暴君，绝对不是。奴才虽然只伺候了您几天，但奴才眼睛不瞎。皇上，您明明是个勤政爱民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。行了，传早膳去吧。想吃什么，自己吩咐御膳房。皇上，您真的是因为奴才梦里那2句话，就决定跟全天下的门阀世家宣战啊？没错，木之，是你提醒了朕。如今北境选官弊端太大，想要国家鼎盛，就必须实行科举制。皇上，真乃一代英雄，真离谱！我怎么还说梦话？对不起，穆总管，是奴才瞎了眼没注意。无碍，去吧。上次那个送毒药的女刺客在暗房被飞剑灭口，幕后主使肯定坐不住。不把原主的底细搞清楚，我这颗脑袋随时要搬界。这御花园必须去。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穆总管，好一个祸主的人！采薇不过说了他2句，就被顾岩那个莽夫打得到现在还躺在床上。今日相府的脸面，本宫就在这儿拿回来。模样生的倒是不错，挺白净一人，怎么就这么没眼力劲儿呢？奴才见过灵妃娘娘，给娘娘请安。放肆！既然知道本宫的身份，为何不行跪拜大礼？我连暴君都不怎么跪，你算哪块小饼干？想让我给你下跪？做什么春秋大梦？灵妃娘娘，不是奴才不跪，实在是奴才身负皇上钦点的要紧机密差事，若是耽误了时辰，让皇上龙颜大怒，这责任娘娘您担得起吗？你敢拿皇上压本宫？跪一下耽误不了你这个奴才几秒钟，给本宫跪下！灵妃娘娘，不知采薇姑娘今日伤势可好些了？您可知道她昨日究竟是因为什么才会被皇上下令打的吗？你放肆！竟敢公然恐吓威胁本宫人，竟然以下犯上，公然顶撞本宫，给本宫把他按住！张嘴！救命啊！碰瓷啊！我再晚点拔剑，你这伤口都自己结痂了。穆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公然行凶，刺伤本宫的乳娘！灵妃娘娘，奴才这不过是正当防卫。若是本宫的乳娘有个好歹，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本宫倒要看看，闹到御前，皇上是会向着你，还是向着本宫？本宫身后可是整个林氏一族。灵妃娘娘，这恃宠而骄呢，也得先有宠才行。您进宫都1个月了，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您觉得皇上他凭什么帮您这么个陌生人呢？你说什么？不怕毁容的话，娘娘您尽管过来试一下。哎呦，我的胳膊哟！楚玉爷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看看他是不是经脉断了。楚玉爷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势过重，需要截肢？哎呀，楚玉爷，还好您医术高明，来得及时啊！怎么？您要是再晚来一步，这伤口可就自己痊愈愈合了呀。不过是刺破了一点皮，连包扎都不用。本官很忙，告辞。林妃娘娘，你要是再敢用这种要吃人的眼神瞪着奴才，小心奴才今晚回去就把您的绿头牌一把扔进公桶里，让您这辈子都没机会侍寝。穆之，林妃姐姐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袁商奇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的好姐姐，您平时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今天怎么这般糊涂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您没事跟他较劲干嘛？他再得宠也不过是个奴才，又碍不着咱们登上后位的路。相反，后宫里很多事，咱们想要抢占先机，还指望着他帮忙通风报信呢。您今天把他得罪了，您的绿头牌真不想要了。妹妹说的在理，本宫今天暂且不跟他计较。妹妹，你去帮本宫说和说和，本宫记你一个情。穆总管，今日之事，本宫代林妃姐姐跟您赔个不是。鸾后在这深宫里，还望穆总管对本宫多多关照。又来送越狱路费了，后宫这帮娘娘简直是我的财神啊！笑面虎，这女人绝对比林妃那个草膏难对付100倍。算了，送上门的银子不收白不收，先拿了再说。穆总管，
那本宫就不耽误您办要紧差事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敢打烂我女儿采薇的脸，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让你不好过。行，我等你们来送人头。林妃是谁？主上，那是林相的亲孙女，您的妃子。你去教训她一下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一下犯上动手行凶的，好像是那位穆总管啊。是你去教训，又不是朕去。那敢问主上怎么个教训法？3天别让她睡觉。诺。穆总管，您真乃天字第一号惹不起的祖宗。还有他身边那个嬷嬷，胆敢对穆之起心，找个由头乱棍撵出宫去，别碍了穆之的眼。元妃倒是不错，今天晚上让御膳房给她加2道大菜。主上英明，今晚又有银子进账分了。还有那个楚玉玲，她最近是不是活得太闲了？楚玉一，去警告她，把心思给朕安在江东府的瘟疫解药上。哼，再敢撩拨穆之，朕断了他的茶缝。属下遵命，属下一定警告楚御医，让他离穆总管10丈远。原主的秘密同伙又出手了，见机行事，干嘛？又要赐驾？元妃给的。皇上，这次是奴才冒着生命搞来的血汗钱，您作为95之尊，总不至于连这点银子也跟奴才抢吧？拿！他居然真的会抢，这男人还是个皇帝吗？皇上，您老人家是不是很穷？是，朕很穷。北境的国库比你想象的还要干净。带出这种铁血之师，宁可自己挨饿，也要让将士吃饱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外头传的暴君？我这上辈子的道心，今天算是栽在这儿了。得，都给您，算奴才给边疆将士们捐的免役钱。很好，从今往后，你在这后宫随你怎么利用朕的名头去黑吃黑，赚取嫔妃的贿赂，赚到之后，你我五五分账。离谱的贪财暴君！敢做吗？做，君臣有别。更何况我现在是个随时掉脑袋的假太监，不被区别对待才是深宫唯一的活路。回皇上，奴才还是站着吧，站着消食，站着吃更香。那随你。皇上，奴才天生酒精过敏，能不喝吗？今日这酒不是半日醉，喝一杯无妨。皇上，奴才能跟您说点老百姓的实话吗？说。奴才喝了酒，嘴碎。今晚不管奴才说了什么逆耳的，您听听就好，君无戏言，可不行生气的啊。但说无妨，就当是内寝闲聊，朕不生气。以北境如今空虚的国力，一旦有滔天大战爆发，边境将士们就算再怎么骁勇善战，割头如草，若是没有后方源源不断的粮食补给、金银支撑，您觉得他们能拿人头填饱肚子，撑得过东周国几个月？皇上，奴才真没想到北境皇室穷成这样。您刚登基，内忧外患，满朝官员还天天跟您拉帮结派，这就是个随时要炸的烂摊子呀！但是破局的关键根本不在兵权，也不在防守。皇上，北秦国如今的重中之重唯有2个字：经济。发展经济，告诉朕，到底该如何发展？重商，重商，商贾乃至贱之流，历朝历代皆重农抑商。你居然让朕倒行逆施！奴才当然知道北境重农抑商，可您看看，过去千百年，全天下有哪个国家是单凭种地能把国库种得爆满的？想要快速暴富，不仅要重商，还要通商，和周边的西域、外邦发展商贸往来，把北境的特产卖出去，把天下的银子赚进来，北境才能真正繁荣。你让朕好好想想。想明白了就行。北境富了，你才能富。你富了以后，总不至于天天黑吃黑来抢我辛苦攒下的血汗钱了吧？过来，给朕揉揉眼睛。你
没出息，没见过帅哥啊！上来。皇上，时辰还早，后宫娘娘们都盼着您呢。要不奴才去帮您传一位过来？你这次又收了后宫谁的银子？没，这次绝对没有，真没有。没有最好，朕宠幸谁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总管来操心。皇上，别动，朕困了，今晚别去外殿了，就在这里陪朕睡。大总管，您可算来了！皇上天不亮就起来批了1个时辰的奏折，这会儿去议事厅了。那帮朝臣愚昧固执，连科举和重伤听不懂，当皇帝还真是累个半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皇上竟然破天荒的给元妃娘娘赏赐了一道菜，听说了，是一道清蒸鲈鱼。虽然赏的不多，但这可是新帝登基以来的第1份赏赐啊！你们说，元妃会不会是第1个侍寝的人？这后位稳了呀！给元妃赏菜，他看上那只笑面虎了。行，下次我顺水推舟，把这尊瘟神送去元妃宫里，多赚点路费。娘娘一宿没合眼，今天早上把一屋子的瓷器全给砸烂了。林府在宫外的嬷嬷今天一大早还被禁军抓走，乱棍赶出宫了。鬼叫，熬鹰呢？活该！原主身后的那个庞大刺客组织，今晚必须去找元妃探个究竟。木之，跟朕去个地方。皇上，咱们去哪里啊？皇上，您带奴才来这儿干什么？奴才今天没做错事吧？朕来看个人。你笑什么？奴才觉得他们虽然疯了，但求生欲还挺强，居然都知道怕你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一旦沦落至此，何其凄惨！主上，就是这件。吓我一跳！等一下，这装束跟上次在暗房救我的那个黑一模一样，合着那人也是这暴君的特务。哼，不用怕，是朕的鬼影卫。开门。主上，一会儿您二位务必捂紧口鼻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主上居然把随身香帕给了一个小太监。这屋子里曾经住过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居然能让暴君情绪波动到这种梯度？人在哪儿？主上，属下原本想把他直接带走，但他受刺激太深，防备心极强，一旦发疯便会自残攻击。属下担心弄伤他，没敢强行拉扯。天哪，他现在还住在这种地狱里，这明显是被人故意折磨抹出痕迹的政治牺牲品。木之，你可有办法？皇上，给奴才一点时间，奴才可以尽力一试。你需要多久？保证，但5天之内，奴才定将他安安全全、完好无损的带出这冷宫。好，朕便给你5天时间，若能办成，你要什么赏赐，朕都准了。不用天天对着他，干饭都能多干2大碗。穆言，皇上真给您下了命令，让您从这耗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带出一个人来。皇上亲口许诺，宫中人手随我支配。连禁军顾统领和鬼影卫都得听调。那这里面关着的到底是谁啊？还得劳烦您亲自出手。小鲁子，知道的越多。懂了，皇家心密，穆言您指哪儿打哪儿，奴才绝不多半个字。不着急，先去御膳房弄点最软糯好消化的热食过来。我叫木之，是这里的大总管，我保证，在你自愿跟我走之前，绝不会动你一根头发。穆言，放来！没出息，饿坏了吧？这是专门吩咐御膳房给你熬的。我知道你防备心重，我这就出去，等你吃完了，我再回来陪你。穆言，奴才这辈子就服您。少拍马屁，你给我守在这里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穆总管，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本宫想见您一面，当真是比登天还难。元妃娘娘折煞奴才了，您是主子。主子要见奴才，还不是勾勾手指的事。娘娘莫怪，奴才刚刚在冷宫干了脏活，身上臭不可闻，实在不敢冲撞了娘娘的千金之躯，隔墙有耳，见机行事。是这样啊，其实本宫也没别的要紧事，就是想跟穆总管打听打听，皇上平日里都有些什么喜好，不知穆总管哪天行个方便，来本宫的承乾宫坐坐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竟然敢在本宫面前装傻充愣！实在抱歉了，娘娘。接下来的5天，奴才身负皇上钦点的绝对机密命令，连轴转都没时间。不过您放心，奴才忙完了，
并将皇上的喜好列个详细单子，找人给您送去。那本宫便静候佳音。奴才告退。元妃这个女人，我好心不想她暴露身份，使眼色让她闭嘴，她倒好，在心里居然盘算着拿绳勒我，拿铡刀剁我。呸！白眼狼！顾言，臣在。去查一下，穆总管刚刚在长廊跟谁见过面，应该是个女人。是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没歇着？在等你。等我干什么？大半夜的，绝对没安好心。皇上，奴才在冷宫待了一整天，身上都是味道。今晚要不您还是自己睡吧，奴才怕熏着您。无妨，穆之，朕不嫌弃你。怎么说走就走？这暴君的脾气比6月的雨还阴晴不定。算了，不折腾我就行，睡觉。这不是暴君的床榻吗？什么情况？我昨晚明明在自己的床榻上，怎么一睁眼坐在他床上了？大总管，今天朝堂上发生惊天大反转了。林妃撞邪那事儿又严重了。嗨，林妃那算啥？是皇上。皇上今天在金銮殿上乾纲独算，正式下旨，北京国从今往后彻底实施科考制度。这么快？这才3天，那些顽固不化的老门阀重臣，他到底是怎么说服？不是怎么暴力镇压下去的？皇上下令，朝中现有的各处重臣空缺不能长久空着，准许先从大臣们原先的举荐名单里挑人暂代官职。但是皇上补充了最绝的一条命令，等科考一结束，吏部会对所有代职官员进行统一硬核变法考核，到时候不看家世，不看背景，只要科考选拔出的寒门人才更优秀，那些代职的裙带关系一律无情刷掉，卷铺盖滚蛋。短短3天，他居然用这种明升暗降、借力打力的阳谋，把满朝门阀老狐狸全给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手腕太绝了！皇上真乃一代神人。元妃既然已经在心里对我动了私心，后面这几天我必须全天候开启防御。在我还没攒够越狱路犯之前，谁也别想暗算我。不对劲，自从那晚喝了半日醉开始，不仅朝堂格局变了，每天一睁眼就在暴君床上的诡异现象，我该不会是真的在这乾陵宫里撞邪了吧？哎呦我的穆爷，您昨晚这是也撞邪了？瞧瞧这黑眼圈，简直快跟那位林妃娘娘一样了。林妃那病还没好，请了一地御医去瞧，都说是活活吓出失心疯了，现在总算能眯一会儿，可只要一闭眼就做噩梦。林妃熬鹰这事儿太蹊跷了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撞邪？绝对是暴君那黑心棉干的，管他呢！不说他，今天情况如何？今天早上奴才来送饭，他连等我退出去都等不及了，像饿狼一样直接扑向饭碗。虽然最后还是叼着碗钻回床底下，但吃的贼香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再熬他1天，明天正式行动。过来。把我搞得失眠不举，神经衰弱，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绝对是天天晚上趁我睡着偷抱我上床。呸！过分！皇上，奴才有10万火急的欺君案要问你。过来，坐下说。朕让你过来坐，现在是你想从朕这里打听消息，把你的态度给朕摆正了。皇上何必回回都如此强势？说到底，我只是个身份低微的奴才，你要寡随您高兴。但是天天晚上趁着奴才睡过去，偷偷把奴才抱到你床上的这种下三滥行径，你不觉得堂堂95之尊，手段太恶劣了吗？朕偷偷抱你上床，穆之，你觉得朕是那种饥不择食对一个小太管动手脚的人？难道不是您干的？那还能有谁？穆之，作为一个奴才，你每天晚上趁着朕批完前章睡熟之后，偷偷爬上朕的床，钻进朕的被窝，朕念在你有苦劳的份上，没治你的忤逆之罪。你现在反倒污蔑朕，怎么真当朕宠着你，舍不得定你的罪？奴才梦游？哼，不然呢？竟然是我每天晚上半夜主动去爬暴君的床，爬完了第2天早上还倒打一耙，污蔑人家。行了，退下吧，今晚不用你伺候了。奴告退。你说我怎么会得梦游爬床这种毛病啊？要不等把你带出去，我干脆跟那暴君申请卷铺盖搬出去住得了。可是他不放人怎么办？来，别怕，跟我离开这里好不好？离开这里，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，也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你了。来，咱们站起来。小心！太快了，连呼救的时间都没有。抓活的！
受伤了。回皇上，一点小擦伤，不严重。皇上，冷宫的女人奴才已安全太除，秘密安置在隔壁偏殿，只是受了惊吓，明日状态恐怕不佳。朕知道，你还有事。真是个冷血无情的黑心周扒体！我为你都受伤了，你连一句口头慰问都没有。你没事是吧？行，老娘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破寝宫连个帘子都没有，一翻身就得和那暴君对视，简直毫无隐私。平躺侧卧都会蹭到伤口，火辣辣的疼，我只能趴着睡，命苦呀！别闹。这可是你主动的，不是朕主动的。今天不是早日吗？他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完了，我的清白，我主动爬窗都被抓包了！连峰，主上，派人去给朕弄点天蚕丝来。啊，那可是禁地，您这是想让哪个倒霉棍去？属下这就去安排。让楚西营跟着一起去，有他在，谁都不会受伤。末将领命。不是带了话不来吗？怎么今晚倒自己送上门了？都给本宫撤下去，守住大门，方圆10掌之内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。元妃娘娘真是好成色，好口福啊！穆总管，坐下一起喝一盏。娘娘折煞奴才了，尊卑有别，您喝。奴才今天特意过来，是跟娘娘来赔罪解释的。娘娘，上次在长廊，奴才非是装傻，而是奴才感知到皇上的鬼影卫和禁军就在红墙顶上，凡事还得小心为上。万一您的间谍身份彻底在这深宫里暴露，奴才只怕到时也是保不住您的呀。当了几天大总管，竟然敢反向威胁本宫了，简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穆之，你以为你现在成了乾清宫的一把手，翅膀就硬到可以跟本宫叫板了吗？你给本宫记清楚了，你若是再敢对本宫的命令阴奉阳违、装聋作哑，你信不信本宫随时可以让你的额娘受点伤？原主的亲娘竟然在刺客组织手里，幕后大 boss 到底是谁？怪不得原主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，会冒着被灭9族的罪，在净身房里瞒天过海，潜伏进宫当太监。原来他亲娘的命被他们攥在手心里。本宫也知道你这丫头胆子小，荧墨身边又围着顾妍那帮人，赐嫁失败你也活不了。那依娘娘之见，奴才接下来究竟该如何替主人分忧？好孩子，其实主人一直都是最疼你、最看重你的。主人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去白白送命呢？赐嫁的事可以先放一放。主人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就安安心心的给本宫扎根在乾清宫，随时把皇上的喜好、边疆的军饷形成第一手密信，如数向本宫汇报。你且放宽心，等将来主人的谋逆大业功成，登基为王的那一天，你穆之便是我新朝的第一开国功臣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真是个没脑子的，提一句他额娘就吓成这样，也配肖想什么开国功臣？笑话！画大饼外加职场 PUA， 相府的老狐狸，我上辈子在玄门当祖师爷的时候，你祖宗还没出生呢。听娘娘这么说，奴才除了汇报点情报，暂时就安全了。本宫和主人自然会护着你，但是眼下有一个人必须立刻处理掉，就是昨晚你从冷宫带出来的那个人。他现在被藏在香草园偏殿，身边围了上百名铁甲禁军，本宫的人根本渗透不进去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唯一能轻易接近他的人，所以这个投毒的任务只能由你去亲自完成。你放心，本宫会给你最顶级的无色无味慢性毒药，每天在他的粥里加1、2滴，多吃几顿，就算是天上的神仙下凡，也绝对查不出来。奴才愚钝，娘娘，那人到底是谁？咱们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的处理了他？有些惊天心秘，不是本宫不想告诉你，只是其中的因果，本宫知道的也是少之又少。这样吧，穆之，
只要你把这药喂给他吃下去，让他彻底咽气，本宫做主，过几日的月圆之夜便行个方便，让你和你那多年未见的额娘在宫外见上最后一面，如何？原主的娘成了这帮叛族手里的筹码。虽说我是穿过来的，但既然占了这具身体，就成了这份因果。额娘的命我管定了。既然你们不给活路，那就别怪我先翻这盘棋。娘娘，您说的这冷宫的人，能让皇上动用百名禁军手，足见其身份。毒他，绝非您说的易如反掌。这个任务，奴才接了，但奴才有一个硬条件。你敢跟主人谈条件？奴才要先见到我娘，确定她毫发无损，否则奴才这药下不下去。木之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只有先完成任务，本宫才能在主人面前替你邀功见人。你若是执迷不悟，本宫可不敢保证你那短命娘明天还有没有命大口喘气。怪自己贪财，为了那2两碎银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大半夜装鬼吓唬谁呢？奴才这不是看您一路上眉头紧锁、心事深重的吗？我想着来个大招，说不定啪的一声就把您的烦恼全给吓飞了嘛。逃避没用，自由靠等是等不来的。既然我已经成了这局里的核心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主动出击，把暴君的疯病、原主的身世、林氏的谋反全查个底朝天。穆爷，出大事了！冷宫接回来的那个人昨晚受了惊，今天一醒就疯狂自残，大喊大叫，谁也按不住。皇上龙颜大怒，点名让您赶紧过去救火。走。穆爷，早上我去送饭，在冷宫时以为是房间的问题，今天接到偏殿里，结果是那人身上那味儿，简直绝了。能有多绝？哥几个送饭全靠闭气。穆爷，昨天刺客放箭，您居然还能把他护在身下，奴才只能说您是这个，真乃神人，纯爷们儿也。滚蛋，少恶心我！小鲁子，立刻去御膳房和内务府，给我准备10桶滚烫的热水，大量的皂角粉，以及一整套干净舒爽的宫服。等我消息，随时准备暴力洗澡。好嘞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这男人这2天的眼神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？不管了，正式起轿。主上，穆总管刚刚确实去了承乾宫，只是元妃那女人太不简单，她的寝宫周围隐藏了数名顶级内家高手，属下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无法过分靠近，未能听清他们具体谈了什么，请主上降罪。你做得对，若强行硬闯，反倒让相府那只老狐狸缩回爪子。元妃的背景，给朕查下去。这样的人，绝非普通的闺阁女子。连峰已经在查，很快会有结果。传朕命令，从你的女鬼影卫里挑2个底子最干净、身手最机灵的，给朕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择手段的明面混入承乾宫。既然暗中盯不住，那朕就换成明面监视。走开！不要！走开！疯了的人也懂谁是真心对他好，居然让我去毒这么个毫无防备的可怜人。相府这帮人，我非跟你们磕到底！别怕，你不害怕我了，对不对？外面现在很暖和，我帮你把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，好不好？别怕，别怕，你已经彻底安全了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你安心睡。这小总管救我出冷宫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过去10年，冷宫里的人无人过问，本宫绝不信会有平白无故的善意。他留在本宫身边，必定是有所图谋。他居然是装疯的！奴才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龙体要紧，大半夜的，您怎么还没回乾清宫歇着呢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儿当门神，周八头都没你这么能加班，我累得腿肚子都抽筋了。他怎么样？洗干净了，不过受惊太深。皇上若是想问10年前的某些事情，奴才劝您还得再等等。朕若急呢？
皇上要是着急，有100%绝对信任奴才，可以把您想问的事告诉奴才，奴才替您去套话。他现在可只对奴才一个人卸下了防备，换了别人，摆驾回宫。奇了怪了，才过了1晚，连药都没上，今天居然一点都不疼了。难道我这具身体自带什么神仙自愈 buff？ 没用药，蠢女人！若非朕昨晚亲自下榻给你涂了天蚕玉露膏，你现在半边肩膀都烂了。这样天天说梦话梦游也不是办法。明天必须找机会跟着焦君申请搬出去住。还有原主那个宫外的额娘，到底被相凤府关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不把她救出来，就得永远被元妃拿捏着去给别人下毒。那个姐姐已经够惨了，我作为修行之人，绝不能盲目助纣为虐。当年残害母妃，把朕逼入狼人谷的幕后黑手，是不是和他们也脱不了关系？白天在心里把朕骂出花来，晚上爬床倒挺轻车熟路。显收拾的女人！得，我这梦游爬床的毛病是治不好了。木之，滚出来更衣！皇上，您昨晚被哪个绿林好汉给暴力揍了？等一下，这一拳该不会是我昨晚梦里打的吧？皇上的眼睛怎么了？这是被人近身打脸了？难道是昨晚哪位娘娘恃宠而揪动的手？不可能啊！后宫没听说谁侍寝了。你们这帮老狐狸全猜错了，这男人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。后宫3000佳丽连他的绿头牌都没摸过，怎么可能是娘娘打的？皇上，臣有事启奏。禀：北晋如今历经10载战乱，虽表面安定，但想要真正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臣以为还远远不够。朝廷如今不过是个空架子。说得对，国库打空了，这个时候最紧要的就是再提税30%，扩大农耕，从百姓身上榨出油水来充盈国库。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变。加大赋税，这些贱民有的是力气，饿不死就行。老古董，不想着怎么给老百姓谋福利，天天只想着压榨。光靠种地那点收入，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，还敢加大赋税，北京国迟早要被你们给搞灭亡了。